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相信大家对于本期要讲的案件已经比较熟悉了。这几天，不光是中文互联网上广受关注，整个大中华地区的新闻媒体大为震动之外，国际大型通讯涉及全球范围内的各地媒体也广受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被害人蔡天凤可能和我们印象中的名媛有所不同，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名媛，人美心善，有颜有钱，热衷公益，与香港演艺圈的诸多名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案发前8天，蔡天凤登上了《巴黎时装公报》摩纳哥版的封面，被誉为冉冉升起的新星，前途一片光明。今天的影片，我们顺着事件发生的时间线，一起整理回顾一下这件震惊全球的香港名媛消失事件，以及港媒最新爆出的案件细节，真的是让人心生恐惧。人性之贪真的会让人铤而走险。鼓励大象马上开始。现年28岁的香港名媛名模蔡天凤，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所的影像记录是2023年2月21日下午。当时蔡天凤乘坐任职私人司机的钱大伯邝港杰驾驶的车辆，从加多利山寓所出发，前往香港科学园去接与前夫邝港志所生的女儿放学。行至途中，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半路上车之后，蔡天凤与其前夫发生激烈的争吵后流血昏迷。争执原因是因为前夫不满蔡天凤将其一所居住的加多利山物业放盘套现。随后，邝氏兄弟将蔡天凤运到了大埔龙尾村，与其后抵达的前家翁邝球合力将她伤害致劫，部分肢体被弃置在案发单位，其中颈部以上在一个汤宝内寻获，躯干以及手部则被前夫运至他处。蔡天凤现任的丈夫，也就是香港知名餐饮品牌谭仔米线的创办人谭泽君之子 Cherries， 直至夜间发现蔡天凤还未归家，于2月21日晚上报案表示妻子蔡天凤失踪了。香港警方将案件交由西九龙警察总区调查，最终探员于2月24日在距离科学园11公里的龙尾村发现了已经身故的蔡天凤，并随即拘捕了邝港志父母及其兄长3人。而邝港志本人则于2023年2月25日下午东涌落网。2月26日，警方落案起诉了蔡天凤前公公邝球以及前大伯邝港杰各一项谋杀罪，起诉前婆婆李瑞香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前夫邝港志则继续被警方扣查。当天，警方还以协助罪犯的罪名逮捕了一名47岁的吴姓女子，该女子为邝球的情妇，与邝球租住案发单位，还租用了另外一个位于尖沙咀的单位给邝港志藏身。被害人蔡天凤生前是香港本地较为著名的名模名媛。1994年7月11日生于香港，为家中长女，下面有2个妹妹。本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富二代，母亲是内地的网红吴姐，为海南文昌人，和父亲在内地从商，家产至少上亿人民币。然而，父亲身份及背景则从未被正式公开过。公开资料显示，蔡天凤于2012年开设了社交媒体账户，初期主要是展示名牌手袋及首饰。2016年起，频繁地参加时尚界的公开活动，在时尚界及演艺圈结识了大量的名人，包括了路易威登男装的创作总监、华伦天奴的创意总监等。曾与艺人甄子丹在电影《天龙八部之乔峰传》的保良局慈善首映礼上进行合照。除此之外，他与艺人郭富城的太太方圆私交甚好，曾邀请对方前来庆祝生日，也多次到对方的家中做客。蔡天凤曾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而最近一次正是于2023年2月13日，也就是案发前8天，登上了《巴黎时装公报》摩纳哥版的封面。蔡天凤有过2段婚姻，其中前夫为牵涉本案的邝港志，现任丈夫为谭仔云南米线的创办人谭泽君之子 Cherries。
蔡天凤于18岁时与邝港志注册结婚，婚后诞下一子一女，但因为性格不合，于3年后进行离婚。离婚后，一对子女抚养权交由前夫，并由其家人代为照顾，但他依然持续在财政上支援邝家，更聘钱大伯邝港杰为私人司机。根据港媒采访，蔡天凤的生前好友鲍泰表示，春节期间，天凤原来的私人司机离职不做了，邝家人主动推荐了前夫的胞兄邝港杰成为天凤的私人司机。鲍泰说，天凤就是太信任这家人了，生前一直支援这家人的生活开支，连住的房子都是他买的。没想到一家人联合起来算计天凤。其后，蔡天凤与 Cherries 于2016年12月9日举办了婚礼，由艺人林盛斌担任婚礼司仪。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但未进行正式的婚姻注册。港府的公开资料显示，邝港志为无业游民，平时生活主要仰赖前妻蔡天凤的支持，并曾有诈骗前科。2014年至2015年期间，邝港志以手机交友程式认识了4名男子，并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讹称可高价转售黄金图利进行诈骗，涉案总额高达500万港币。最终遭到警方的拘捕，并在观塘法院提堂，其后潜逃成为通缉犯。除此以外，邝港志更有不少财务问题。2015年以及2016年，分别被美国运通银行及另外一个债权人于高等法院入禀追讨超过10万元及157.6万元的债务。除此之外，邝港志更是一度怂恿蔡天凤的前夫 Cherries 为其鸡蛋仔生意投资数百万，但最终亏损过百万，匆匆结业。蔡天凤的前公公邝球为本案的嫌疑主谋。他曾于香港警队任职稽查警长，并驻守旺角警署。任职期间颁获了香港警察长期服务奖章以及第1勋扣。邝球于2005年曾牵扯强奸案件，调查刑事案件，借职务之便取得该案受害女子的联络方式，其后多次联络该女子，并涉嫌将其强暴。最终受害者报警后，随即被警方拘查，最后因邝球自行引咎辞职，以换取警方不做刑事起诉。蔡天凤的前大伯邝港杰及其前婆婆李瑞香虽然没有刑事犯罪记录，但他们俩也有不少的财务问题。邝港杰曾于2019年被花旗银行入禀追讨23.8万元的债务，其名下2间与蔡天凤共同担任董事的公司，于2022年5月因合约问题被入禀追讨约13万元。前婆婆李瑞香曾于2016年向高等法院申请破产，并于1年获令批准。另外，根据港媒查到的资料显示，蔡天凤与现任公公谭泽军及其婆婆邱美凤有物业及商业上的来往。她于2018年向谭泽军夫妇购入了荔枝角曼克顿山的一个高层单位，案发前单位市值约4500万元。蔡天凤也是4间公司的董事，其中1间已经宣告解散，公司秘书为谭泽军。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离开了多加利山寓所，乘坐邝港杰的车辆，原定前往大埔科学园科进路一所学校接他与邝港志所生的女儿放学。车辆途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时候，邝港志登上了车辆，与蔡天凤发生了激烈争吵，互相纠缠。蔡天凤受伤流血，昏迷不醒。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邝港杰一行人随后于驾驶公港牌照7人车的邝球抵达了大埔龙尾村的案发单位，其后3父子合力将蔡天凤伤害肢解。期间，邝氏兄弟一度离开了案发单位，邝港杰之后再度折返，继续烹煮已经身故的蔡天凤。次日，邝球驾车返回案发单位，将残肢运走弃职。闭路电视拍到了邝港杰曾提着白色的大胶箱接近车辆，打开车辆的车尾箱，箱内疑似装有蔡天凤的残骸。蔡天凤失踪当晚，她的家人报警，案件转交至西九龙警察总区重案组跟进。根据警方公布的失踪人士的资料，蔡天凤曾在失踪当日于白石角科学园科进路出没。2023年2月24日下午，警方于相隔科进路11公里的大埔大美都龙尾村的村屋内发现了蔡天凤的遗体，被发现时已经残缺不全。此时警方基本确认遭人碎体。警方在村屋地下单位的冰柜内发现了残体，现场还有烹煮工具，确认身故后的蔡天凤曾被烹煮。
根据龙尾村村民的反映，2023年2月21日的晚上，蔡天凤从一辆7人车下车，其后跟随数人进入案发单位。到翌日凌晨时分，单位内传出断断续续的撞击声，疑似有物体撞到了窗边或者坠地，当中夹杂着女子与男子对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内容。另一位街坊则在村屋附近听到了嘈吵声以及女人的叫声，持续近1个小时。当中有人高呼你来干嘛？但未知对方的身份，也没有见到有人报警。附近住户表示，涉案村屋的地下单位已经空置数月，直至案发前夕才有一辆挂有中港两地牌照的7人车，估计住户是在同一时间搬入的。龙尾村前村长陈氏的住所正对面就是涉案地点，家外的闭路电视也拍到了7人车于2月21日下午3点曾离开案发现场。蔡天凤被发现时，警方从涉事单位运走了大批的证物，并拖走了涉案的7人车。2023年2月25日凌晨，警方在龙尾村交代案情。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亚伦指出，2月22日接获失踪报案后，警方对案件进行展开调查。2月24日凌晨，在九龙城区拘捕了蔡天凤前夫邝港志一家3口，共2男1女，包括案发当天接载蔡天凤的前大伯邝港杰、前公公邝球和前婆婆李瑞香，而邝港志一度在逃。随后，警方对3人进行了盘问，发现其中有人提供错误讯息，声称蔡天凤在汽车行驶途中下车，试图混淆警方的调查方向，最终遭到识破。经过调查，警方将案发地点锁定在大埔龙尾村的一个村屋单位，该单位由邝球于案发当月开始租用。随后，西九龙警方于2月24日下午持搜查令破门入屋，在屋内冰柜检获雇者身体下半部分，腰部以上则不知去向。另外还有2锅疑似混有雇者组织的汤汁。除此之外，屋内还藏有碎肉机、电锯、风衣、手套、面罩等疑似作案工具，相信是用作肢解雇者的工具。而屋内家具十分简陋，只有几张桌子和书画，没有床，墙身窗户都挂有帆布。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案犯的动机与物业纠纷及遗产继承权有关。资料显示，蔡天凤曾于2019年7月以7280万元无按揭购入加多利山第1层豪宅物业，为了节税而将其归于前公公邝球名下。物业本身也是交给邝球一家老小进行居住。案发前几日，蔡天凤意图以6300万到6700万元低价售出物业，并安排邝家迁至屯门一处1000万元价位的新单位，遭到前公公邝球的强烈反对，并造成不和。加上蔡天凤没有与现任丈夫注册结婚，在无遗嘱的情况下，其遗产理论上会由前夫及2人所出的一对子女继承。即使现任一对分婚生子女有继承权，邝家最少亦能分得1半以上的遗产。根据港媒的报道，此时的蔡天凤身价已逾上亿港元。警方初步相信前夫邝港志有份参与行凶，其母李瑞香肯定知情，但并没有行凶。目前警方正在追查涉案村屋是否是第1案发现场。警方最初怀疑蔡天凤的颈部以上被弃置于将军澳，于2023年2月25日上午前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搜证。共有100多名来自行动部潜水人员、警察搜查队、高空搜查队、警察无人机队、警犬队与机动部队的警员参与行动，搜索范围直径达到200到300米，涵盖了坟场的山坡及蓄水池。其中，由于不排除遗体有可能沿山坡滚入储水池，故有蛙人潜入池内进行调查。搜查行动持续了整个下午，未有重大发现。蔡天凤命案曝光后，一位名为鲍太太的友人宣称与谭家共同悬赏200万港元通缉邝港志。台湾网红林若嘉公开宣布追加100万港元。鲍太太表示，蔡天凤生前与他共同开办了一家动物福利组织，该组织也发文悼念蔡天凤。知名模特方圆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蔡天凤被杀感到心情极其悲痛，无法接受。方圆丈夫著名歌手演员郭富城也在微博上转发妻子的贴文，并评论称祈求安息。2月25日下午，邝港志在东涌发展码头乘坐快艇潜逃时被捕，当时他随身携带了50万港币现金
以及数只总价约400多万的名表。2023年2月26日下午，警方在龙尾村单位捡走的一个高约半米的大汤宝内，发现了蔡天凤的头颅。头颅外貌尚算完整，但右耳后方发现了一个大约6.5厘米乘5.5厘米的洞，或为硬物撞击造成，而宝内还有碎肉及青红萝卜。据了解，疑似将青红萝卜放入大汤宝内，与头颅骨及胸骨一同烹煮，经烹煮后的骨肉分离，只有少许头发粘连，汤底亦变白及污浊。另外，警方亦有在案发单位发现了另一个小汤包，其汤色相对较浅，疑犯以锁骨连肉烹煮成现状。同日下午，警方在尖沙咀街头拘捕矿球的47岁情妇吴某荣。吴姓女子是深水埗按摩店任职按摩员，数月前于店内认识光顾的矿球，并与其合租了龙尾村涉案单位。案发前的2月中旬，他在以月租4万多元租用了西九龙科士电道西凯旋门一单位，用作窝藏矿港制，涉嫌协助罪犯。2023年2月27日，4名被告在10名庭警及惩教人员的看守下，在香港九龙城法庭提堂。据港媒记者在提审现场观察到，步入犯人来的时候，3名男被告表现平静，其中矿球在书记读出控告详情后，清楚表示明白，之后更不时地四处张望。2个儿子则低声回应，时而低头，时而望向裁判官方向。女被告李瑞香则全程低头。3名男被告被控一项谋杀罪，指控他们于2023年2月21日新界大埔厅角路龙尾村单位内谋杀女子蔡天凤。女被告则被控一项作出倾向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罪，指她于2023年2月23日在香港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而作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作为，销毁对李瑞香进行的涉谋杀案刑事调查的资料。案件提堂时，控方申请了4名被告务需答辩，案件押后至5月8日再审，以待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包括一系列的科学见证及通话记录检查。女被告透过代理律师申请保释，遭署理主任裁判官黄雅英拒绝。庭上另外处理被告邝港志涉及的一宗区域法院案，他被控7项盗窃罪。该案原定于2015年11月19日在区院开审，但由于邝港志之后失去了联络，法庭于同年8月发出了拘捕令。此案将于2023年2月28日在区域法院处理。大批记者准时于9点30分到达，记者席座无虚席，导致部分记者需要到公众席就坐，另有司法机构职员在场协调。目前案件的进展就是这样，大象也会针对本案进行持续跟进。案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总结这个案件了。况是一家4口，吃穿用度全靠蔡天凤的支持，丧尽天良都已经无法形容他们了。真的是应了那句古话，斗米恩，担米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但凡讲个适度，如若不然，贪欲的纵容，你不知道对方会干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